德胜学区3居室，赤裸裸的加薪片，姐姐不录了。别这样，我还是很高房贷的，还是要靠自己还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帝都金融圈的金融人士住房标准是怎样的。现在是租房，2室1厅，49平，然后我是4100拿下来的，那还是很值的。对，很便宜，这附近最便宜的了。住了10几年了，之前在上学，然后我09年毕业之后一直在租房。您现在租的房子在哪儿啊？在马南道，94平，7500。租的3800多，不到4000，价格其实还好。对，很便宜，因为是一个回迁房新小区。现在是买的，大概是在2013年前后的时候买的，当时还可以，对，就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了，就是。您买的是哪里呢？我买的是通州区的。通州的，对，那你上班应该是很远，你是在金融街上班吗？对对，就是每天通勤的时间其实是挺长的，我觉得这一点是，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吧。是家里的房子就在这附近，然后不知道多少钱，自己的房子买的，当时买的时候有900多万吧，然后就是也不大，小2居。使用面积不到100平，首付是父母出的，对，是男方还是女方？就是双方父母都出了，我有房啊，租出去了，父母这边帮忙买的，自己肯定全款买不了，全款买吧，都是全款买。买的早吧，08年买的，差不多不到200万吧。应该是他们那到2%吧，30%左右吧。30%。总共还贷1万出头是我能承受的，因为还有父母支持嘛，这很重要的，是吧？1、2万、2、3万，如果个人的话，你觉得还能接受？对。结婚了，你会要求男方有房吗？会，必须有房，我也可以要求女方必须有房，公平是吧？会加女方名字吗？看需求吧，我觉得这东西，肯定要有需求的话，商量着办吧。他对您的房子有要求吗？他比我还多啊！他比我还多，那还挺好的。好像挺难，太贵了，现在不太那么想买了，已经就先租着看吧。刚毕业工作不久的话，总价400以内是极限了。在北京是没有的，但是回家是有的。觉得北京房价还是贵是吧？对。希望买在朝阳区，年轻人多一点。总价的话，我觉得800到1000万之间吧。咱买一个，就是能改善生活的房子，大概就1000出头吧。目前还没有。目前没有。对。为啥？因为孩子要上学，然后上学本身我要租房，他在家的附近可能没什么好学校。我希望他在西城上学，所以我肯定在西城租房。孩子6岁多，上小学1年级。对。他上学还是蛮辛苦的，稍微离得远一点。就按照您现在这个情况，您大概会买一个几百万的？现在肯定在400万左右吧。400万。对，有可能在什么房山、明桃沟这些店买一个。还可以，因为空间足够大，主要我回去也就是睡觉嘛。是在这个抱怨工作很辛苦是吗？那倒没有，基本上平常工作日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附近5平米内就好解决问题了。只要是稳定的住宿，我觉得也是一样的，能够有一个家的感觉。并没有，它就是一个住的地儿，就是一个落脚的地方。对。我觉得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，可能大家对于房产都还是有一种渴望吧，所以就其实，这种需求，就潜在的需求数量还是很庞大的。那我觉得就是这种房产，就是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。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会有人就是特别热衷于那个东西，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吧。但起码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我不是没有，就是我有，我觉得足够用，那这个东西就不太容易引起我的焦虑。上班已经很累了，我觉得回家能有一个地方能够休息，然后能够干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这个更重要。对。今
今天是5·4青年节，虽然有很多人说现在的青年跟过去的青年不一样了，他们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。现在的青年呢，有更广阔的舞台，有更丰富的创造力，但是他们内在精神是一样的，不满足现状，勇于接受挑战。这种精神依然在这些青年人身上闪闪发光。如果喜欢本期节目，记得点赞、转发和评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